用邪术害人性命，律法如何判罪？自是无赦极刑，就地诛杀。东北角危在兔死，恐怕是大祸牢笼。东北角并没有出口啊。跟我来。想要飞升，哪用得着那么麻烦？我帮你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让我看看从哪儿下手就好了。是被勒死的，凶手对月娘手下留情了，也可能是时间紧迫。徐道隐会不会已经被灭口埋尸了？徐道隐迷信，守在方位的窗户是不会打开的。李佩仪没有直接回西京，绕道去了平恩县，去见谁？伍思平。那就登出了吧。那李佩仪既然他不愿意直接回西京，不如就别回了。与小婉八字相合的富户，就是伍思平。你忘了吗？你有孩子。马儿遭受所有的痛，他必须得受。大婚之日，给你配上这大红的火锅，这不是绝配啊！县主可以给我定罪了。有人为求富贵显达，能对亲生骨肉食髓饮血。兴风作浪，大走文章的，只有人。15年前上元夜，伍思平他人在哪？县长，县主就托付给你了。看来是故人呐。15年前，也是一个月圆夜，我生病留宿宫中，家中却突遭灭门，府上上百人口全部被杀。大理寺说他们尽力了，师傅说内业局尽力了，淑妃说圣上尽力了，可怎么才算尽力了呢？太史丞不必同情我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没有尽力。你今夜来同我告别，也算有始有终。这大半年，感念太史丞相助。夜深了，我不送。县主，你可以说圣上是在袒护那些人，但圣上也确实是用按下真相的方式保下了你。或许在圣上那里，正义被伸张的方式不只有你认定的那一种。怎么说的像是我不懂事了？内司伯、五人、顾司职，还有我们都是和你一起的。跟我一起只能被拖累，你这灵符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县主还是信不过我，
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太史丞，我敬你。现在，县主可以信得过我了吧？我与吴林甫可以归还，愿与县主共进退。其实县主与平日表现的并不相同，与旁人所说的、所想的也完全不同。萧某不敢说多了解县主，但还是知道你的为人的。多谢太史丞。叫我太史丞，那就还是信不过我。萧兄，你不是无情，你只是不喜欢掩饰。谁还没有不光彩、上不了台面的心思和故事呢？县主，你不隐藏你的小心思，更不显摆你的善良，这一点，我敬重你。干杯！萧兄，你喝醉了。萧某确实喝多了，先告辞了。居然用了交心曲，可怜的太史丞啊，
一定是跟你掏心掏肺。我也掏心掏肺了。你没心没肺。你这是给太史城骗成什么样了？太史城玲珑心性，能被我骗？太史城，啊不，萧兄，户部侍郎杨尚礼府上有命案，我们先走一步。你收拾好了就来找我们。县主，昨夜杨侍郎秘密宴请了恒王和于侍郎，说有要事相商，让下人们不许靠近后院，只留下了这些武技伺候。武技是平康坊哪一家的？好像是家妓。家妓，能查到身份吗？脸变形肿胀，不知来历。他们的主家呢？这些姑娘有专人送过来，还有特别的暗号，对方什么来头，下人不知道，也不敢多问。死者嘴唇、指甲乌青，身体僵硬，应该是中毒，但是酒水、食物、熏香、蜡烛都已经查验过了，无毒。是。池中之水查过了吗？也查过了，不过很奇怪，水中有毒，但量很少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毒死的话，得把这一池水喝光才行。也可能是他们中毒之后，凶手将剩余毒物倒入池中。他们死亡时间相仿，几乎是同时中毒，但喉咙没有黑，所以毒不是从口入的。难道这是泡澡泡死的？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是西域传过来的烟狱，在石炉下面烧火，把石头烧热，再把水浇在石头上面，就会腾起热气。人在热气里蒸着，据说可以活血健体。最近西京城很时兴这个。大理寺很厉害，这不就把案破了吗？啊，破了？怎么就破了？毒就是这么让他们吸进去的。什么毒查出来了吗？看他们中毒的症状，应该是几种毒药调配而成，但是池中的毒被稀释得很厉害，很难查到。把水拿给老鬼头，他有法子。那四伯已经致仕了，那不是刚好有时间？小兄，县主，这玉事我总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我又说不上来。好酒。那里少了一人。
文房说，确实有一个男人是送那几个舞姬一起来的，后来又提前走了。他以为是送舞姬的下人，就没多留意。那人是凶手？不知，只是那人一定也中毒了。凶手借滚烫的石头，将毒散在空气中。最早在屋内的恒王、2位侍郎以及6位舞姬中毒最深，毒发最快。我们要找到这个人。因为最晚到浴室，所以中毒尚浅。但往外跑的过程中，还是有毒发表现。通往浴室大门的灯都倒了，应是那人踉跄出门撞翻的。去查今日告假的官员，不管病假事假，都要见到人。避而不见的，我们就亲自探望一番。是。那人坐在2位侍郎中间，应是主位。那就更简单了。只要查4品以上的就好。想到什么了？没什么。顾司职，无人娘子，你怎么在这儿搬尸体啊？原本已经将我革职为民，听说有人帮我在大理卿那里说了好话，让我继续留在大理寺。现在就是个普通须役，这些活儿也是我该做的。信主，太史丞。县主，如何能帮帮顾兄啊？我本就有错，罚得不远，能穿这身衣服在此做事，恐怕也是多亏了2位。顾兄一时冲动伤了人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大理寺的内部纠纷，何至于惊动了吏部？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出去？莫非是一名40、50岁的男子，面色黝黑，额角上有块黑色胎记？正是。他2刻前就已经离开了。不是让你们死守山庄，为何放行？他提的正是采访使的马，说是奉您之命下山求援。小舅，我那马是日行千里的赤标马，2刻。恐怕早已离开青潭镇的地界儿，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放心，我定能追回你的赤标马。老肖骑马直取近道，我们走水路，真的能追上他？现在西风强劲。我们顺流而下，再借西风之势，纵使苏兄的赤标马再快，也跑不过我们。老肖左手虎口和手背都有陈旧的伤疤，右手中指也有一条很长的疤痕，都是常年使用暴锯留下的痕迹。他从前应该是个木匠，而徐道隐手指细嫩，绝非会制作机关之人。老肖是3年前来到了山庄，在此之前，徐道隐偶尔也会展现些神迹仙踪，但从未表演过身手分离之术。老肖来了之后，徐道隐的神迹突飞猛进，并且对他莫名的信任。天若更是看到过老肖为法坛修理机关。有没有打听到老肖的身世？老肖很少提起从前，只知道他有个已经嫁人的女儿。李佩仪没有直接回西京，绕道去了平恩县。去见谁？吴思平，15年前的太子左卫帅。太子的人，他知道什么？还不清楚。
那就都除了吧。那李佩仪，既然他不愿意直接回西京，不如就别回了。来接你来了。带走。大夫，他们都是我杀的。他们4个，个个都该死。你女儿是武木金的生母，是。她被他们害死了。我女儿小婉7年前嫁给了清潭县的孙家，我是给庄户宅院做机关密道的，一个活下来。少则几个月，长则几年。我和他很少见面。3年前我去清潭看他的时候，我们父女俩已经很久没见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活儿提前干完了，我这过来看看。哦。这一点心意，小娜，客气了。哎啊，哪儿呢？在后院。婉儿，婉儿，婉儿，婉儿。亲家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，我们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把人给我放了！岳父。亲家，你听我解释，亲家，我听我。亲家，小婉疯了，小婉疯了。
我。从那以后，婉儿真是有点不太正常了。她想找自己的孩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造化弄人，她真找到了吴思平。当看到吴木金后，婉儿彻底的崩溃了，因为她从小在我身边长大。他知道吴思平给孩子布的什么阵法，他觉得他有罪，他想带着孩子离开，但吴家戒备森严，根本没有机会。几番过后，孙坚就把他锁在柴房里了。来找你的那个女人，希望你复仇。徐兆银和月娘害过太多的人，有命活下来的，哪个不想报仇？他帮了你，我不需要。徐道爷那拙劣的法术，只能让他小有名气，而真正帮他名气大造的那是我。投身分离的问天术，让徐道爷不止在明州出名，你像西京附近的州县，都有人慕名拜访，他供养了大量的钱财。我得到了徐道隐的信任，也逐步摸清了山庄的情况。徐道隐和那些商贾权贵们来往，开展了见不得人的生意。那刘三是徐道隐的心腹，他可以配合徐道隐完成投身分离的戏码，也可以帮他骗那些家境贫寒的女孩，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生育工具。月娘则负责保证这些孩子在规定的时辰出生。我见过太多圣济堂的女孩，每一个都是曾经的婉儿。有的孩子夭折，有的身体被摧残，有的一尸两命。我本来想接近徐道隐，是换他报仇的机会，可我发现，我也间接导致了更多女孩受害。那如果我不动手，他们不知道还要残害多少人。那我也能更好的、更自由的去庄园各处啊。后来的事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你的机关不算万全，你提前了计划。是，吴思平不满足生意现状，徐道隐让他再度借腹生子。你担心武木金会被替代？他要杀吴木金。系丈夫，
失小子，虽有求得，力居真。失小子，可他是为天父而生之子啊。人各有命，或许你们二人父子一场，命定如此。救若不去，今何再来？半仙之意是让我再求一次。我只读卦象所写，你如何选择，我不会干涉。只是生子也讲究时机，你要速做决定。卦象从不会纵人伤人，不过是人在操控人心罢了。可吴思平不这么认为，他想求有所得，那自然相信卦象预示。天道神教，福善祸淫，行恶事，却想得好报，荒唐。他打算新的孩子出生之后就动手。哎，等等，两位挺眼生啊，第一次来吧？请问是哪门哪市的人呢？这位是圣爷，圣都新贵，住的宅子都是7金的。哟，7金的宅子，圣都也没几座吧？没有人告诉你们，初次看龙门赛得交入场钱吗？没带，钱财都是下人带的，我们身上怎么会有？想要啊？去梅相府上讨吧。你，欢迎诸位贵客来龙门场观赛。龙门场乃跃龙门之地，今天的2位好汉皆是精挑细选的好手，必定能让诸位一饱眼福，请2位好汉入场。今天这2个盲沟贱民，家中皆有儿女，诸位猜猜，他们谁能赢啊？既然你们已经签了生死文书，老规矩，进阶自愿，生死自负。胜者及其子女可脱离贱籍，得分天地。比试开始。真没事。今日的龙门赛真是越发无趣了，沛公，我看咱俩还不如去万国香听曲儿呢。嘘，在此处你我就不要直呼其名了。嗨，莫吧，既然闹了鬼，宫里的那位绝不可能踏足这里半步。这倒是。这帮老家伙，就算光看后脑勺，都能认出来。抢！抢！诸位，此物乃铁拳环，和往日的赤手空拳相斗不同。这2个贱民带上了它，
就能拳拳见血，招招致命啊！这回有看头了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啊，带上。二位请下注。请下注。我压红的，我也压红的。二位请下注。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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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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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继续！起来呀！起来！起来！这回要输了吧？继续！快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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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甭管事。这袁绍成干什么呢？此前都是赤手空拳，为什么要坏了规矩？袁绍卿，这龙门场上哪来的什么规矩？贵人们花钱寻开心，我就得尽本分让他们开心，这就是唯一的规矩。快叫停比赛！快打呀！你应该再放点肥肉进去切呀。这肉馅儿啊，最好是精中有肥，瘦多就干，肥多就腻。2两瘦1两肥，那才是肉馅中的极品。还有啊，早跟你说了，你这肉摊不能只卖肉，还得卖菜，要荤素搭配。你这不卖菜，我还得走整整167步才能走到菜摊儿。对。你去跟姑娘直接表明心意，她若是愿嫁，这门婚事日后我做主了。那好，慢走，下次再来。收摊了，不卖了。我今天不买肉。不买肉，你来我这干嘛？这什么表情？我紧张。紧张？是不是有人要找你麻烦？我紧张，是因为我遇到了心仪之人。心仪之人，在哪儿啊？谁啊？你。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怕你觉得我唐突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与别人不一样，所以经常到你这儿买肉。我有好多想要说的，这一说……那你就先别说。这样，今夜戌时，青龙桥上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拒绝，我都一直在那等你。白纸之事，以突系之烟焚。你堂堂上书，竟然不能除掉叶平安？你要留着他，坏了我的大局吗？您请息怒，叶平安已经是阎王簿上被勾了名字的人，他进鬼门关之前还可一用。何意？圣上本就有提拔寒门之意。李牧原和我争夺户部尚书的人选，就是宁肯让圣上为了制衡而提拔寒门，也不愿意让我们的人
得到尚书之位。季青天的名号可谓如雷贯耳。天龙年间，他曾任大理寺丞，断案如神。1年之内判决涉17000人的积案无一冤诉，有他在，我们想用薛仲山把持延税的这步棋，就算是废了。您所言甚是。不过换个层面考虑，这圣都官盐商销的路子，到底在谁手里握着？我们只要能断了李氏这条财路，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斗了。所以此前我故意让叶平安看到7页谈花图，也是有这番考量。他既然是把好用的刀，就莫要浪费了。用人需看准啊！度量当年也是你提拔进京的，可是转身就投靠了李氏。您大可放心，您只要坐山观虎斗，待到收网之际，还怕找不到让叶平安毙命的机会吗？这花灯又多又好看，都没有你做的好看，就喜欢你做的。卖花灯喽！走，卖花灯喽！卷垛被烧了！救火呀！卷垛，快救卷垛啊！快！左威卫大将军武安康，多年镇守边陲，数次遇戎狄来犯，为我国土劳苦功高。圣喜2年，硕丹犯境，武将军又率军以一破百，大败硕丹于漠北，获金元之战大捷。今贺武将军回朝，赐青龙黄金简。金明光铠，再赐康平王府银1000两，绢500匹，所率诸军每人绢5匹，钱10千。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武将军，今日议政若有良策，但说无妨。是。诸卿有事奏否？臣有本奏。说。龙门赛以贱民互相残杀为乐，为了那一纸贱籍文书，兄弟相残，骨肉分离，无数人因此丧命。臣恳请陛下下旨查封龙门场，革此弊制。真是危言耸听！龙门场让不少贱民得以脱离贱籍，逾越龙门，这明明就是福泽恩重的大善事。
却遭你如此诽谤。臣记得袁绍卿正是因为龙门赛才成了良民。怎么，你自己吃了蟠桃就要把树砍了，不让别人吃了？龙门赛乃文帝首肯，袁绍卿却污此良策，岂非在说文帝不仁？袁绍卿此言，其心可诛。此言不妥。龙门赛本意的确是给贱民翻身的机会，但仅让贱民以相扑之术比试，不得伤筋动骨。后来某些人暗将龙门场变成草菅人命的赌博之地。袁绍卿所奏是实情，你们却屡屡攀扯文帝，此心难道不可诛吗？李氏哪有毫发无损的道理？别有用心之人一番夸大其词，便欲毁此良策，岂不可笑？梅阁老，你怎么看？这一朝有一朝的天子，也有一朝之治。此制既未入典律，改与不改的，全凭陛下做主。卢青和张青以往议事总是分歧甚大，今日倒难得一致。鱼跃龙门，朕觉得你们说的很好，还有谁认同的？臣附议。来人，抬上来。既然此制这么好，朕也打算学学。你们二位就当着群臣的面，在这笼子里面给我打上一架。谁赢了，朕就把右相之位给他，可好？陛下息怒！什么延庆方不祥？这么多人请朕莫去，你们到底怕什么？崔青，昨日龙门赛可好看？当年有人就欺上瞒下，现在还有人敢借文帝诡辩。上苍有好生之德，如此血腥场面，好些王公贵胄却趋之若鹜。这面具底下，到底是人是鬼？陛下息怒！朕即位以来，勒令轻徭薄赋，还礼于民，可还是有些地方有流民逃户。戎狄虎视眈眈，朕调征军饷，却查出国库亏空。桩桩件件，哪件不是国事？有些人仗着自己祖上阴德，尸位素餐，不想着如何安民立国，却为维护龙门场这种以人命为乐之所而锱铢必较。崔毅，臣在。你身为刑部侍郎，季青还未进京就查出你让门客占人田地，干徇私枉法之事。你可对得起你这身上的官服？臣跪对圣恩，万死难赎。王陛下，不要因臣的罪过伤了龙体。陛下，陛下！传圣谕，自今日起，严禁任何人以逼迫、利诱等手段让贱民相搏。若有违者，杖80，流3000里。陛下，很多人是因祖上犯错而入贱籍，本身并无过失。臣恳请陛下，让2代以上的贱民能以文相拼，以笔相视，择优者除去贱籍。万万不可！文士科举乃是给良民为国效力的机会，岂可套用在贱民身上？若此剑术无分，届时必会宗制崩坏，动摇国本。李老说的有道理，袁绍卿爱民之心是好，但是如此改制，恐怕过犹不及。梅阁老、李老言之有理，此事不必在意了。元清，起身吧。是。陛下，臣对那龙门场倒有个主意。
不知是否可行？你且说来。一把剑是用来害人，亦或救人，皆因持剑者而不同。以贱民之命取乐，乃是罪孽；但龙门场本身却无罪，又是文帝御批所建，如此查封弃用，甚为可惜。臣提议，让有武艺者到龙门场比武，以此卓拔人才。真是常年带兵的良将。你这提议与朕想设立武举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既如此，就先用龙门场打个前锋吧。传旨，改龙门场为武士场，设监官2人，凡优者列入武官查考名册，择优而取。陛下圣明。圣上去了龙门场，你帮了袁绍成大忙，他可得好好谢谢你。啊！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没有，磨得太用力，扭着手腕了。那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要把人吓死啊！就扭了一下手腕，叫这么大声，你也太怕疼了吧你？现在想想，也不知道某人在牢里是怎么过来的。换了我呀，早就什么都着了。听到了吗？可别让彩莲挑大梁，他一上刑啊，就全都着了。说什么呢你？那彩莲啊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哎呀，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。没有。你不说，我就猜了啊。和我们有关？不是，那是跟别的女人有关。那是跟男人有关。男人？哪个臭男人敢欺负你啊？不是欺负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吧。袁绍成的那个下属，叫顾文宇，那个喜欢我。这是好事儿啊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不喜欢都是次要的，现在还没让那些恶人付出代价，哪有什么心思想感情？顾文宇一直跟着袁绍成，看得出来做事认真周到，是个踏实的人。这仇要报呢，但生活也得继续。我们这辈子不能只为复仇而活。可我若是跟他在一起了，难道能不向他坦白我的过去？他知道了我的遭遇后，心里会没有疙瘩？他心里有了疙瘩，最后受伤的不还是我吗？彩莲，比起那些不幸的过去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从废宅逃出来之后。哎，你们说说吧，是不是这么个理？怎么不绑别人呢？就绑了这些女的，肯定是他们衣着不检点，才会被人盯上的。我听好多人在说呀，那余钱是给了他们钱的，他们贪财就自己留下做了家计。我看呐，他们本就是青楼出身，见钱眼开去伺候人，没想到被余钱那老贼给烧死了。所以我说呀，这女人就得守妇道，哎，规规矩矩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经常会想，活下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永远背负着这些污名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敢跟家人团聚。我再也不想要冒任何的险了。平安，你怎么了？平安？没什么，伤口有点痛。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何必要将两者掺和在一起呢？欺辱我们的是恶人，诽谤我们的是愚人，
到头来我们还要自己折磨自己。亲者痛，仇者快，岂不是一样愚昧？可我能怎么办呢？从前朝到大封，虽都民风开放，可只要提到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洁，狗屁！贞洁什么的，只是束缚女人的枷锁。自古以来，你见过男人提什么贞洁？你可有给顾文宇答复？去见他一面吧。要说些什么，是接受还是拒绝，选择都在你。但至少，你不能逃避，要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近日，朔丹来函，可汗长女已到了婚龄，朕允准可召选大封王子与朔丹公主和亲，以缔结双方姻亲之谊。陛下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公主和亲，还从未有以王子和亲的先例。若我朝以堂堂男儿和亲，必会留为笑柄，望陛下三思。望陛下三思。哼，笑柄。昔年文成公主远赴外邦，以一己之身保两地和平多年，此等功绩，你们谁能相比？从无先例。朕登基来，早就听倦了。朕能坐上此位，便是先例；朝场女官，便是先例；让王子和亲，亦可是先例。安康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臣以为，不论是公主还是王子，以一己换百姓安、士兵回，都不输于将帅之誉，皆乃我大封之荣耀。是臣浅陋，武将军所言甚是。和亲王子当属我大封表率。再有几日，朔丹使臣就要进圣都了。朔丹既有示好之意，要息和字，也要扬我大封之威。陛下之命。